你有听过社里教吗？这个在台湾也有着大批信徒的韩国宗教，却被爆出了教主郑明熙性侵女教徒长达40年左右的时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社里教教主郑明熙的性侵丑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 Netflix 的纪录影集《以神之名》揭露了韩国几个新兴宗教内部的罪行，而前3集聚焦在韩国的社里教的性侵案件。纪录片当中找来了多位的受害者和前教友，讲述郑明熙是如何用宗教名义性侵害一个又一个的女教徒。更夸张的是，在东窗事发之后，他居然一边逃亡一边继续犯案。将近40年下来，受害者不计其数，当中甚至有未成年人，而且不只是在韩国，在其他有社里教信徒的地方，包含台湾也有人受害。那今天我们会根据这个纪录影集的内容，去看看社里教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信徒，而教主郑明熙又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呢？不过要先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接下来呢有几段内容会稍微的讲到一些对于案件的描述，如果你比较不喜欢看这种内容，那这些段落建议可以斟酌收看。好的，那在开始讨论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让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或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吗？欢迎参考志祺七七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可以将产品结合有趣的知识内容曝光，或把特定的主题变得更好懂，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40秒的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次的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等等。而第3种方案呢，则是 Shorts 短影音，透过有趣专属的1分钟节目内容，帮你有效的传递资讯给我们的观众。而最后，我们的志祺七七 Podcast 频道呢，有1分钟的口播广告合作方案，同样适合宣传各种产品或活动资讯哦。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跟广告行销伙伴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详细的介绍吧。社里教是由郑明熙创立的新兴宗教，在1980年代的初期，他先从知名的大学的学生开始传教，然后陆续透过学生社团组织推广出去。很快的，社里教就霸占了韩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当时大约3万名信徒当中，差不多有90%都是大学生。受访的前教徒说，社里教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学生，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很年轻、开放，常常举办足球赛、艺术季等等的活动。这个教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年轻人认识朋友、一起玩乐的地方。而另外，许多人也提到，8、90年代的韩国爆发了一连串的民主运动，在军事独裁的政权之下，作为抗争主力的大学生也遭到了强力的镇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呢就开始寻求宗教的力量来获得心灵上的慰藉。而教主郑明熙展现出的个人特质，正好提供了这样子的力量。据前教徒说，郑明熙让人感觉有股神奇的力量，仿佛能把你一眼看穿，说话也很有说服力，总是能够解答信徒的各种疑问。而且他也非常的会解读圣经哦，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诠释方法。而这套独特的诠释方法呢，不仅让他收服了一大票死心塌地的信徒，也成为了他侵犯女教徒的说辞。纪录片当中有段郑明熙传道的影像，他对信徒说：“如果你们看不见上帝，那就看我，上帝就在这，你们不需要看见上帝，只要看见我就好。”而这就是社里教的核心思想，郑明熙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郑明熙的说法是，圣经里面写弥赛亚驾云而来，耶稣却是在地上诞生的，这就代表所谓的云只是一种比喻，象征追随着弥赛亚的人云。所以拥有广大追随者的他呢，就是新时代的弥赛亚，是那个负责代表上帝执行神意的人。而在这套教义之下，他也开始以神之名侵犯女教徒。根据受害者描述，在社里教壮大之后，郑明熙就开始安排让身材高挑、年轻漂亮的女信徒去跟他1对1面谈。那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说，很难有机会见到郑明熙，所以这种机会也被认为是超级幸运的事，几乎没有人会有疑虑或想要拒绝。但是在面谈的过程当中，郑明熙会支开旁人，留下女教徒跟他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单独面谈，然后再以健康检查等等名义实施侵犯。他会声称这是上帝透过他的身体在拯救受害者，让他成为上帝的妻子。但是在事发之后呢，很多的受害者都没有向外揭露或求助，而是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很多年。
事情发生之后，很多的受害者都曾经第一时间向周遭的教友求助，对方却安慰他们说，成为新娘是很光荣的事，或是告诉受害者说这是正常的健康检查，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在社里教，女教徒在成为新娘之后呢，通常就会被指派为报告者，并集中到位于月明洞的教会总部生活。而报告者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随时陪伴郑明熙，并拉拢更多的美女入教。那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就可以再获得一些好处，例如当上更高阶的干部。于是，在性侵的巨大心理创伤、教友的同侪压力跟报告者制度的作用之下，这些年轻的受害者往往就会去压抑自己的反感跟疑惑，说服自己郑明熙的行为是圣恩，是上帝的爱，甚至到后来主动去讨好郑明熙，拉人入教，成为加害的一方。但除了自我说服之外呢，事发之后，郑明熙也会威胁受害者，叫他们不准跟任何人说，也不准跟其他的男人来往，要一直待在他的身边，否则就会要下地狱等等。而其他的教会人员呢，也会紧盯受害者，主动的试探询问受害者的心情。那要是看出有人想要离开，或是把事情说出去，就会去威胁受害者，甚至暴力相向。在1999年初呢，就有一名受害者黄小姐试图退出教会，结果被教会的人绑架、监禁、殴打。但没有想到呢，这起绑架案反而让郑明熙的恶行曝光在大众的面前。黄小姐在被绑架之后，在搭车的过程当中趁机逃脱，而警方也很快就逮捕了绑架犯，让整起案件登上了新闻版面。而随后，韩国媒体就陆续揭发了更多郑明熙的性侵案件，许多的前教徒还有牧师也纷纷站出来指证。甚至后来台湾媒体也爆出郑明熙曾经以同样的手法侵犯了台大、政大上百位的女大学生，而台北地检署调查之后，也已经正式的通缉了郑明熙。只不过在绑架案的隔天，郑明熙就飞离韩国，开始了他所谓向世界传教的逃亡，而且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照样继续犯案。根据一份香港前教友提供给外界的档案呢，郑明熙逃亡的期间，教会总部一直在寄女教友的清凉照给他，从洋装照啊、内衣照啊、全裸照到自慰影片都有。然后郑明熙会要总部想办法把女教徒送过去陪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直接打电话给看上眼的女生，叫他们去找他。2003年就有一对姐妹被找去香港见他，而即便是在事发当下，他们试图向在隔壁的报告者求救，却没有人理会他们。后来他们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直到回到韩国之后，他们才马上寻求协助。而他们救助的对象呢，是被社里教徒称作撒旦的知名反社里教人士金度亨。金度亨说，他在1995年首次接触到社里教时，就觉得这个宗教不对劲。后来呢，更得知自己的女友曾经遭到郑明熙侵犯，所以决定展开反社里教活动，并四处的寻找受害者。1999年绑架案曝光之后呢，金度亨又架了一个名为出埃及记的网站，吸引了很多的前教徒来互相交流。那随着网站成员的交流越来越多，他们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实际对抗社里教团体。成员们会帮助受害者向郑明熙提告，甚至也主动出击追查郑明熙的下落。2003年，金度亨等等的出埃及记成员呢，就亲自到香港巡线，找到了郑明熙的藏身点，并且马上联络香港移民局一起去逮人。而且他们还真的抓到了，还把过程全部都录了下来。但这段影像公开之后呢，也刺激了部分的社里教徒去骚扰、攻击出埃及记的成员，甚至金度亨的父亲也因此遭人殴打。与此同时呢，郑明熙却依然逍遥法外，因为呢他在被捕之后，马上就请了律师以10万美元交保，然后偷渡到中国去了。据受害者说呢，他在中国藏匿的那几年之间，住在一栋大别墅里面，继续以各种名义把女教徒找去侵犯，直到2007年他在北京被中国公安逮到，才真正的落网。2009年初，郑明熙被引渡回韩国，停摆多年的诉讼案也终于正式的展开。但当时还是有一群教徒相信着他，想方设法要帮他洗刷冤屈。他们抵押自己的房子请律师，试图砸钱跟受害者和解，甚至骚扰威胁受害者。但是在审判的过程当中，郑明熙不只是否认罪行甚至也在法庭上面公然否认他曾经自称弥赛亚，这让许多的教徒感到幻灭。受访的前教徒说呢，他们就是因为相信郑明熙是弥赛亚，才把自己的人生都奉献给了社里教，但现在他却说自己不是弥赛亚，这要他们情何以堪？这等于是呢，他们过去所相信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全都是构筑在谎言之上。有人因此痛苦的退出教会，也有人因此寻短。但是呢，也有些教徒继续的相信着他，即便最后郑明熙被定罪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这些教徒还是认为他是背负了时代的十字架，替时代受罪才入狱的，甚至也继续的进清凉照到监狱给他，让郑明熙选人到监狱去探望他。就这样子过了10年之后，2018年郑明熙出狱了。
在纪录片当中，郑明熙出狱以后的故事，主要由少数以本名受访并且全程露脸的受害者叶璇讲述。叶璇是香港人在2012年在铜锣湾被传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因为在学校被排挤，家里面爸妈又失和，每天过得很痛苦、忧郁。但向他传教的姐姐却让他从社里教的教义当中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之后他就完全的投入在社里教之中，后来更去了韩国当教会干部，并在明月洞总部生活。他说受到教会的人影响他一直相信郑明熙是无辜的，还会去监狱探望他，为他祈祷。但是郑明熙出狱之后却多次的性侵叶璇。叶璇跟之前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一样，虽然感到震惊跟排斥，但是在教友的安抚劝导之下，也开始去压抑内心的反感跟质疑，拼命的自我说服，甚至后来呢也反过来安抚新的受害者。直到2021年有一位海外的前教徒传信语劝叶璇叫他离开教会，他才下定决心以回港见父母为由离开了月明洞。但就在离开的前一晚呢，叶璇再度的遭到郑明熙性侵。当晚呢，他录下了1个多小时的音档为证。5个月之后呢，叶璇回到韩国召开记者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正式的对郑明熙提告，并表示希望这样子能够避免有人再受害。郑明熙呢，则主张自己无罪，委任了大型律师事务所来辩护，但还是在去年10月被韩国当局羁押，目前整起官司还在进行之中。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几乎一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话说回来，我们在制作这一集的时候，也有看到台湾有些社里教徒并不认同这部纪录片的描述。台湾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在声明稿当中表示，韩国在2009年对郑明熙的审判呢有争议，不过没有举出有哪些争议点。那我们觉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部影集要以这么直接甚至有点粗暴的方式，把很多真实的画面跟录音不经修饰的就这样播出来，甚至呢是想要让受害者去回想，去巨细靡遗的描述自己受害的过程。那我们看的时候虽然会觉得很不忍心但也觉得或许这样子让观众感受到痛苦，他们的诉说更有可能去引起改变。在影集的结尾呢，叶璇在召开记者会之前压力大到呕吐，整个人虚脱，嘴里却念着我一定要去，上帝都不能够阻止我。他说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揭露真相，就不会再有受害者了。很多80、90年代的受害者看到叶璇的记者会之后呢，都很自责的说，如果当时自己站出来，那像叶璇这么年轻的孩子可能就不会受害了。之前我们在性侵害复原的那集有说过不论性侵害事件刚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对于受害者来说，选择对外揭露与求助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很佩服叶璇的勇敢，也很心疼其他受害者的自责，而他们现在愿意这样子揭开自己的创伤，就是希望能够阻止再有下一个人受害。我们觉得这或许也正是我们这一次做这一集讲述这个事件的意义吧。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人加入邪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A 当然是马上叫他退出，死拉活拉也要把他拉出来。 B 我会慢慢的柔音劝说吧，不然硬逼他离开可能只会造成反效果。 C 可能会提醒一下但是呢他自己要怎么选择我也管不着。D 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社里教的性侵丑闻。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性创伤复原以及台中狼师案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咯。